你是否发现，无论怎么少吃多动，腰上的顽固脂肪就是减不掉？或者明明很年轻，却总是感觉精力不足，身体状况频出？我们习惯把高血压、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甚至不孕不育看作是独立的疾病。但如果它们都只是同一棵病树上长出的不同枝干呢？今天，我将为你总结顶尖代谢科学家 Benjamin Beekman 博士的革命性研究。他指出，这一切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隐藏的元凶。找到它，控制它，你就能重新掌控自己的体重与健康。这个元凶就是一种被称为胰岛素抵抗的代谢紊乱。在美国，高达88%的成年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胰岛素抵抗。它就像那棵病树的树根，而我们熟知的那些慢性病，比如高血压、脂肪肝，被称为3型糖尿病的阿兹海默症，甚至多囊卵巢综合症，都只是它长出的不同枝干。那么，这个胰岛素抵抗到底是什么？我们来打个比方，想象一下，你的肌肉细胞就是一个热门的夜店，想要进去的客人就是你血液里的糖分，葡萄糖。而决定谁能进去的那个保镖，就是一种关键的荷尔蒙——胰岛素。在健康状态下，这个保镖会礼貌地敲一下门，夜店的大门就会为这些客人敞开，一切都井然有序。但是，当保镖敲门的次数过于频繁，也就是你不断地吃面包、米饭、饼干这些碳水化合物，导致胰岛素总是很高时，夜店里的工作人员就烦了，开始变得耳聋，听不见保镖的敲门声了。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细胞对胰岛素的信号不再敏感。那身体怎么办呢？它会派出一个愤怒的保镖大军，也就是分泌巨量的胰岛素，对着门疯狂捶打，强迫细胞开门。所以，胰岛素抵抗其实包含2个问题：第一，部分细胞对胰岛素耳聋了；第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体内的胰岛素水平长期处于一个非常高的状态。而这个长期高水平的胰岛素，正是导致脂肪堆积的关键。Beekman 博士在他的实验室里证明，脂肪细胞在没有胰岛素的环境下，就算泡在糖和脂肪的海洋里，也基本不会变大。但只要滴入胰岛素，它们在短短4小时内就会立刻开始变胖。也许你会问，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胰岛素真的是决定我们变胖的唯一信号吗？ Beekman 博士给出了一个医学界众所周知，但普通人闻所未闻的铁证：1型糖尿病。一个无法分泌胰岛素的1型糖尿病患者，就算每天吃1万大卡的巧克力蛋糕，他也绝不可能长胖。不仅不会长胖，如果没有胰岛素注射，他的身体甚至无法留住任何脂肪，会进入一个急剧的脂肪燃烧状态。医学界甚至有一种专门的饮食障碍，叫做 diabulimia。简单来说，就是一些患有1型糖尿病的人，为了快速减肥，故意不注射或减少自己身体必需的胰岛素剂量。这个真实存在的，甚至有些悲惨的医学现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能量及卡路里只是造子弹的火药，而胰岛素才是扣动扳机的那根手指。没有胰岛素的指令，再多的热量也无法被储存为脂肪。那么，我们该如何重新让细胞听话，夺回代谢的主导权呢？ Beekman 博士提出了一个极其强大的行动框架，他称之为4大支柱。第一大支柱，控制碳水化合物。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吃碳水，关键是不要再从那些带着条形码的袋子和盒子里获取碳水了。把你的能量来源从薯片、饼干、面包、麦片转向完整的、富含纤维的水果和蔬菜。第二大支柱，优先保证蛋白质。在你减少垃圾碳水的同时，你需要吃别的东西来填饱肚子，蛋白质就是你的首选。Beekman 博士特别强调，动物源蛋白是能提供所有人类所需氨基酸的最佳来源。第三大支柱，不要恐惧脂肪。自然界中，蛋白质和脂肪总是一起出现的，比如肉、蛋、鱼。研究显示，蛋白质和脂肪一起吃，相比只吃纯蛋白，能带来更显著的肌肉生长。所以，吃肉的时候，请享受那些天然的脂肪。
第4大支柱，适度断食。当你已经通过前3大支柱，调整好了你的饮食结构，让你的身体适应了燃烧自己的脂肪来功能之后，就可以开始尝试断食了。无论是跳过一餐，还是隔天断食，都能给你的胰岛素系统一个宝贵的休息时间。这4大支柱的核心只有一个目标，降低你体内不必要的胰岛素水平。当胰岛素水平降下来，你的身体就从一个糖燃烧、存脂肪的模式，切换到了一个脂肪燃烧的模式。你的身体会开始利用自己身上储存的成千上万卡路里的脂肪作为能量，饥饿感会自然下降，你不再需要用意志力痛苦的节食。我邀请你，从明天开始，忘掉复杂的理论，只做一件小事。把你早餐常吃的面包、麦片或者任何包装食品，换成1颗或2颗完整的鸡蛋。这一个微小的改变，就同时践行了控制垃圾碳水、优先蛋白质和不聚脂肪这3大支柱。坚持1周，感受一下你的精力和饱腹感有什么不同，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